呦，原来是个隐形富豪啊！既然这么有钱，想娶我们家淼淼，这规矩可不能废。改口费1000万，少1分，这人你都带不走。1000万，你苏家的命值这个数吗？这是苏氏建材过去5年偷税漏税做阴阳合同的所有证据，原件我已经让人送去经侦大队了。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今天起，你们要是再敢碰苏淼一根头发，我让苏家彻底消失。苏家生我的恩，这些年我早就还清了。从今天起，我苏淼与你们恩断义绝。恩断义绝？做梦！跑不掉的，你户口还在苏家，我看你能嚣张到什么时候！别怕，我爸妈很好相处，不管发生什么，我在。这是市中心世贸商场整层的产权证，算是妈给你的见面礼。以后想买什么自己去拿，别给云州省钱。孩子，到了这儿就安心住下，以后这里就是你家，谁敢欺负你，陆家绝不答应。妹妹，淼淼，你快开门啊！我被陈浩东那个畜生毒打了，只有你能救我了。求求你让我进去！苏珍向来无利不起早，这副惨状定然藏着毒计。只要你点头，我立刻让人把他扔进护城河。让他进来，我也想看看他这次演的是哪出苦肉计。妹妹，救救我！陈浩东那个畜生在外面欠了高利贷，他要拿我抵债啊！全家只有你能帮我了。把他带到客房。先住下吧，陆家没人敢闯进来，你暂时是安全的。淼淼，以前都是姐姐不对，我被爸妈宠坏了，以后我一定洗心革面，好好报答你。姐，这么晚了，你不是在找洗手间吧？我确实是找洗手间，走错门了。淼淼，你怎么也没睡啊？书房重地，云州最讨厌别人动他的东西。走吧，我带你去。姐，包里的东西挺贵吧？拿出来让大家长长眼。没什么，就是些女孩子用的化妆品。淼淼，你怀疑我？
苏家教出来的女儿不仅吸血，还学会当商业间谍了。苗苗，我是被逼的，陈浩东会打死我的，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从没把我当妹妹，我何必把你当姐姐？你被陈浩东打是你的报应。陆家不养白眼狼。滚！苏淼，你会有报应的。陆家能护你一时，护不了你一世。计划失败了，让那群老狐狸过来闹。哎呀，淼淼啊，这陆家可真气派，咱们当亲戚的全家人都来给你道喜了。道喜是次要的，淼淼，你现在是少奶奶了，你三舅家儿子还没婚房呢，你随随便便拨个几百万，在城东给买一套，不过分吧？还有啊，淼淼，你大舅在里面蹲着呢，得找个好律师。陆元州不就是大律师吗？让他动动关系，把人弄出来。说完了吗？说完了。淼淼，你给个准话，这钱和房你什么时候给？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我是苏淼的亲大伯。大伯，既然是来贺喜的，礼物留下，人可以走了。开门！找人把这里消消毒，我嫌脏。淼淼，别忘了你外公留下的最后一份遗嘱在我们手里，想要就一个人回苏家老宅。一旦不对劲，立刻按响警报。我就在巷口，5分钟都能冲进去。外公最后的东西在那儿，我必须拿回来。这是我跟他最后的联系了。淼淼啊，回来的挺快，看来你外公在你心里确实比1000万家产还重。别到处看了，你那个有钱的老公进不来，这老宅的墙厚着呢，信号也屏蔽了。淼淼，大家都是一家人，你现在嫁入豪门了，吃肉总得让穷亲戚们喝口汤吧？爸，看您这气色，不仅没病，倒是还能再活50年。为了骗我回来，您连自己的命都能咒。少废话！今天叫你回来，是有一桩大买卖要跟你谈，谈成了，遗嘱归你；谈不成，你今天怕是出不了这大门。淼淼，签字吧。这是房产自愿赠与协议，只要你把陆云洲送你的那套云顶别墅转到我名下，外公的遗嘱，爸当场就给。那房子是陆家的，我刚过门就转产，你们是想让我被陆家扫地出门？陆家那么有钱，缺这一套房子。苏珍是你亲姐姐，她现在身无分文，陈浩东还要找她麻烦。
你拉他一把，那是天经地义。就是，你现在吃香的喝辣的，苏珍却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这当妹妹的良心被狗吃了。如果不签，你今天就算喊破喉咙也没用。让我想想，那房子过户手续很复杂，我得打个电话咨询一下。这就对了嘛，一家人哪有隔夜仇？签了字，你还是苏家的好女儿。想可以，但别耍花招。这份协议今天必须签。快签！别想拖时间等陆云舟来。这里是郊区，路早就被爸找人堆了土方，车根本进不来。想要陆家的房子，你们也配？这份协议，我一个字都不会签。苏淼，给脸不要脸！给我按住苏淼，强行按手印！没天理呀！亲生女儿不孝啊！苏淼，你今天不签字，我就从这儿离开，让你背一辈子不孝女的骂名！苏淼，你还没人性，快答应你妈呀！你非要看她血溅当场才甘心吗？想跳就跳，别在那儿演戏。你这种惜命的人，舍得死？那你就替我去死吧！苏淼，抓紧我，把另一只手给我！你这个丧门星！你居然敢带警察抓你亲妈！老天爷没眼啊！刚才你们逼我签协议、推我下楼的所有过程都在这里。苏大强、苏母，你们听好了。从今天起，我与苏家血脉已断，情分已绝，所有赔偿伤害，我们法庭见。谁再敢踏进一步，就是牢底坐穿。以后有我在，谁动苏淼一根毫毛，我让他全家陪葬。走，我们回家。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你大舅还在外面呢！这群烂人居然倒打一耙！云舟，立刻找公关部把这些黑料全撤了。我已经联系了互联网取证团队，既然他们想玩大的，我就让他们这辈子都买不起流量。不急，现在撤热搜
网友只会觉得陆家仗势欺人，让他们再蹦跶几天，水放得越深，鱼才能跳得越高。淼淼，别看了，这些垃圾不值得你费神。云舟，你发现没有，这些人的话术很统一，甚至还提到了一些只有我大舅才知道的陈年旧事。大舅苏建国以前开过黑作坊，最擅长这种混淆黑白的手法。他在试探我的底线，想逼陆家出钱私了。看来大舅手里不只是有键盘侠，还攥着外公的遗嘱。苏总，因为网上的谣言，好几个供应商都要终止合作，楼下那群人已经闹了3个小时了。报警让他们闹，但别驱赶，给他们送点水，记得拍照存证，算他们寻衅滋事。苏总，查到了，你大舅苏建国带头建了个群，每个黑粉只要发一条辱骂你的话，就能领5块钱。苏建国非法侵占了你外公留下的一套老宅和60万存款，他对外说是外公临终托付，其实是伪造了签名。外公临终前一直念叨着要把钱留给我读书，我就知道这笔钱不会凭空消失。大家快看呀，这就是那个没良心的外甥女，她逼死亲娘，吞了外公的遗产。只要苏淼给500万，我就让那些黑粉撤了。陆家有的是钱，不敲一笔，对不起这亲戚关系。大舅，自己屁股不干净，还敢跳出来骂我？外公的遗产，还有你公司的那些烂账，我们一笔一笔慢慢算。苏建国涉嫌非法洗钱、敲诈勒索及伪造合同罪，请跟我们走一趟。那件事究竟是什么？咱外甥啊，在上面有人，这事儿啊，就是一句话的事儿，要不了多久，我就能出来了。苏建国，苏建国，你不是说那老宅是你挣来的吗？怎么成侵占遗产了？我们要赔多少钱啊？大舅糊涂啊！那钱和房我都能还，求求你胜诉吧！你这一告，我这辈子就毁了，你几个表哥还怎么考公啊？淼淼，法官大人，咱们这都是家务事儿，打断骨头连着筋呢。大舅，当年你拿着外公的房产证逼我辍学时，口口声声说这是法律支持的继承。现在你不是最爱讲法律吗？那我们就让法律来告诉你，什么叫物归原主。苏建国侵占遗产事实清楚，限期归还老宅，并赔偿苏淼80万元。苏淼，既然你不让我们好过，那就一起下地狱吧！陆一舟断了我们家所有的融资，现在我净身出户，你给我滚！滚回你的苏家！想分我们家的产，做梦！带着你的穷酸户口滚远点！我的宝贝女儿啊，那陈家真是丧良心！你当初为了他们家，可是连淼淼都得罪光了。爸妈，咱们过不下去了。苏淼凭什么在陆家当少奶奶？既然她不给钱，咱们就让她在全国人民面前抬不起头。明天去她公司闹，就说她弃养父母，看着亲爹病重不给钱治。她那个公司刚起步，
最怕这种负面新闻。这要是被陆云舟知道了，怕什么？他总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杀了岳父岳母吧？不给钱，咱们就死在他们公司门口！小王，通知安保部，不用拦着那些记者，把大门敞开。另外，把1号会议室的投影仪打开。苏总，楼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甚至有网红在开直播，这会对我们的品牌形象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按我说的做。没天理啊！我10月怀胎生下的女儿，现在住着大别墅，却看着她亲爹脑溢血，连手术费都不给。这种丧尽天良的人怎么配开公司啊？闹，使劲儿闹，今天非扒掉他一层皮不可。苏总，请问您真的为了嫁入豪门而抛弃重病的父母吗？各位媒体朋友，大热天的站在外面辛苦，既然来了，就别在外面丢人现眼。进去说吧，我准备了上好的龙井，咱们把账当着全网人面一笔一笔算清楚。爸妈，你们不是要医药费吗？今天我就让大家看看苏家的钱到底去哪儿了。这3年，我作为苏家弃养的女儿，每个月按时打款5万元，但这些钱并没有用来养老。50万用于苏珍购买限量版爱马仕鳄鱼皮包，20万是苏珍在高贵所开香槟的账单，总计100万，全是我打给家里的救命钱。你胡说！这都是你伪造的，这根本不是我的账单！别拍了，滚开！畜生！我说家里的存款怎么1分都没了，你居然拿去买包割脸！你把我这张老脸丢尽了！今天干得漂亮，苏家这次在媒体面前彻底身败名亡，短时间内不敢再作妖了。苏淼，你把我害得好惨，我欠了300万赌债，明天中午你一个人带钱来城西的废弃老宅，不然我就把你15岁那年在地下黑市干的那些丑事儿全都捅给媒体，让你这豪门少奶奶彻底当不成。大舅，这叫狗急跳墙。15岁那年，我为了筹学费，确实去过地下黑市给人做翻译，但他肯定想造谣我做皮肉生物。非要去吗？我可以派人直接让他消失。有些脓包必须亲手挑破，他手里确实有我当年在黑市打工的录音，如果我不亲自去拿回来，这将是苏家以后永远勒索我们的筹码。我可以让法务团队先发制人。来不及了。大舅那个人我了解，他手里有东西的时候就像一个抱着炸药包的疯子，你越拦着他越觉得自己手里的东西值钱。我必须亲自去，让他知道那点筹码根本威胁不了我。这耳钉内置了实时定位和双向通话，我会在2公里外的转角处待命，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第一时间保护好自己。我答应你。15分钟，超过15分钟你不出来，我不管什么计划不计划。
钱带来了吗？打开！大舅，300万都在这儿，但我人已经来了，东西呢？苏总，别耍大牌了，哥儿几个今天不仅要钱，还得委屈你跟我们待几天。陆云中不拿个3000万，你别想走出这道门。看到了吗？这就是你当年的投名状。只要我一放出去，你那陆太太的位置怕是坐不稳了吧？大舅，300万买你一个绑架罪，你不亏。贱人，我带你一起死！是啊，你们2个怂道，快过来按住他，绑了他，我们还有筹码。警察，放下武器，双手抱头。我说了让你别一个人待着。没关系，台词还没说完呢。你知道绑架未遂加上敲诈勒索，数额特别巨大，能判多少年吗？你陷害我，那钱明明是你自愿给我的，我是你大舅。只要苏淼给300万，我就把卷宗发给媒体。苏小姐，谢谢您的配合，证据确凿，苏建国这辈子估计是出不来了。走吧，剩下的交给我的律师团队，我会让他们把苏建国钉死在监狱里。本市近期破获一起涉嫌千万级敲诈勒索的绑架案，主犯苏某某被判有期徒刑15年，并处巨额罚金。幸亏撤得快，这丫头现在惹不起。谁还想试试敲诈勒索的味道？我还有的是耐心，奉陪到底。淼淼，我发现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狠。狠吗？如果你曾经在15岁的时候为了交学费在大雪天跪苏家门口求1000块钱，却被苏大强一盆冷水泼在身上，你就会明白，这些狠都是被他们亲手逼出。以后不用你狠了，我来。拆迁办给我发信息了，老宅要拆，补偿款500万，苏家那群人肯定会来找我。500万，这笔钱对现在的苏家来说，是救命稻草，也是催命符。不用我们动手，苏家那群亲戚闻到肉味，自己就会摇起来。苏大强，老宅当初翻修，我重还3000块，现在拆迁，这500万我要拿2成。2成？你做梦！我伺候老头子走的时候，你们谁在？这钱没我的份儿，谁也别想欠。淼淼，你快回来救救妈呀！你三舅他们要把老宅拆了分赃，还要把你爸打死，只有你能跟拆迁办说上话。你快回来帮咱们家争啊！帮你们争？好啊，我倒要看看这500万你们拿不拿得到。
苗苗，苗苗回来了！你现在是陆太太，跟大官们熟，快去帮咱们要钱。你们家到底谁是户主？这字不签，补偿款就一直冻结。我是户主，这老宅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当然是我签。等一下，主任，这份拆迁款，苏大强没资格拿。你胡说什么？我是你爹，这房子写着我的名字。5年前，苏大强为了给苏珍凑彩礼，背着全家人把老宅的地皮抵押给了远洋。按照合同，如果逾期未还，产权自动归债权人所有。没错，债权人已经在系统里备案了，会直接划入债权方的账户。苏先生，你们现在的身份只是非法占有者。你说什么？500万都没了？苏大强，你个混账东西！没钱你叫老子来折腾半天！苏老板，听说拆迁款下来了，500万刚好抵债，但这几年的利息，咱们是不是也该算一算？好戏才刚开始。那什么，我家里还炖着肉，先走了。我也有急事儿，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们找苏大强，跟我们没关系。利息80万，今天拿不出来，我就把你这堆罩子抠下来当利息。苗苗，救命啊！你有钱，这80万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啊！苗苗，妈求你了，妈给你磕头，你不能看着你爸死啊！80万确实不算什么，但在我心里，你们的命连80块都不值。你们当年为了苏珍，瞒着我把房子抵押，甚至想把我卖给那个秃头老板抵债的时候，想过今天吗？你给我回来！苏苗回来！苗！心情好点了？不，还没完，我的新生活才刚刚起步。从今天起，回响品牌策划公司正式成立，我的新生活才刚刚起步。苏总，您放心，咱们虽然是初创团队，但大家冲劲儿足，保证把第一个案子拿下。第一单是星月集团的新品发布会，客户要求极高，今晚大家加个班，把初步策划案的框架搭出来。创业归创业，饭也得按时吃。死丫头，自己开公司吃香喝辣，让亲爹亲妈住破烂出租屋，今天非把你的心血全给你毁了不可。
让你开公司，让你接大单，我让你明天开天窗，赔的地库都不剩。明天高跟鞋一踩，摔断你的脖子，看你还怎么得意。别动，脚下有油。苏总，昨天做好的星月集团中版策划案全没了，回收件也被彻底清空了。今天下午就要交差，怎么办啊？慌什么？电脑里的只是诱饵备份。大号废了，就让苏家内部自己狗咬狗。这个败家娘们儿，嫌我们家死的还不够快吗？你丢不丢人？偷鸡摸狗的事儿你也干？你是不是非要把全家人都送进监狱才甘心？我这都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咱们家能从他身上扣点钱下来？你个没用的老东西，你打我！我跟你拼了！这个品牌理念不仅是包装，更是重生，就像破茧成蝶，无惧过去的阴霾。苏总，你的方案无懈可击，预祝我们合作愉快。这两个老废物是指望不上。苏淼，你以为你抱满了陆云舟的大腿就万事大吉了？既然你断了我的路，我就去端了你婆家的老巢。珍珍，你打扮成这样要去哪儿？陈浩东的人还在外面堵我们呢。去翻盘。哎呀，陆伯伯当心！这位姑娘，你没事吧？走路当心些。陆伯伯，我是苏淼的姐姐苏珍啊，我实在走投无路了，只能来求您。陆伯伯，这里不好打车，我送您回家吧。正好，我也想跟您单独聊聊淼淼以前的事。苏小姐，你妹妹在陆家很好，不需要别人来嚼舌根。至于你的事，既然走投无路，就该去报警，而不是来老年学校堵一个老头子。不上钩没关系，有这枚袖扣，我就能让全世界都以为你上了钩。这位小姐，我说过很多次了，陆老先生不在家，苏小姐也不见你，请你立刻离开。你睁大狗眼看清楚，这是陆叔叔贴身的袖扣，昨晚他在公园亲手送给我的，我是他的贵客，你敢拦我，明天就让你卷铺盖走人！他还真是把不要脸发挥到了极致。昨晚我爸回来就跟我妈报备了，说有个疯女人想碰瓷，连袖扣都被扯掉了一枚。
他这是觉得只要有了这枚袖扣，就能让咱们家鸡犬不宁。既然他想演，那就给他个舞台。陆伯伯，你不能吃干抹净就不认账啊！你送我袖狗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苏珍，我等你好久了。你是陆太太对吧？你看清楚，这是你老公的袖扣。昨晚在公园的巷子里，他亲口说他过腻了这种被你管着的日子，他跟我发生了关系，这就是他给我的定情信物。哼，苏珍，你是不是觉得全天下的男人都像你爸苏大强一样，不仅没本事，还爱偷腥？证据就在这儿，你别强撑着了。我老公昨晚回家，不仅告诉我有个疯子抢他的袖扣，还特意带我去看了公园后巷的监控。我老公这辈子见过的极品不少，但像你这样拿自毁清白来碰瓷的，还是第一个。淼淼，这种脏东西不需要咱们亲自动手。我不告了，我走还不行吗？陆伯母，我就是一时糊涂，我想让我妹妹帮帮我。接到举报，请跟我们走一趟。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淼淼，是爸没处理好，给家里添麻烦了。爸，是苏家那群人不安分，不怪您。妈，刚才谢谢你那么信任爸，也谢谢你维护我。傻孩子，在这个家，你是真正的家人，一家人说什么谢？苏珍被拘留的消息传遍了全网。休息一下，今晚带你去听音乐会，那些垃圾短期内不敢再跳了。苏总，不好了！苏家那些亲戚，他们疯了！他们不仅没走，还联合了10几个远亲，在咱们公司和您家楼下搞了个讨债联盟。帐篷、睡袋，甚至连发电机都带了。看来这不是突发奇想，是有人在背后给他们出谋划策，想打持久战。大家快来看啊！陆家儿媳苏淼吞了外公几百万的拆迁款，连口稀饭都不给亲戚喝，这种黑心肠的人早晚遭报应。老陈，你们陆家搞什么鬼？这种流氓行径居然放任他们闹了一上午，再不解决，我们就报警起诉你们陆家扰民！
淼淼，我已经让律师起诉他们寻衅滋事了，保镖5分钟后清场。清场？太便宜他们了。他们不是喜欢安营扎寨吗？那就让他们好好体验一下野外生存的滋味。小王，断开陆家外围所有的水电，既然是讨债，就别白拿我的东西。还有，找个大功率的音响，把这些东西循环播放。苏淼，你个杀千刀的，断水断电算什么本事？你有种出来跟我们对峙啊！接下来为您播送《苏家亲戚风云录》第1篇：二姑王翠花的私生活秘密。亲爱的，苏大强那个蠢货不知道我把家里的2万块钱给你买表了，只要这次闹到苏淼给钱，我分你一半。王翠花，你居然拿我的血汗钱养野男人！第2篇：大伯苏建台如何在399里下药，骗取老家宅基地的真相。这只是第1晚，我要让他们这辈子只要听到我的名字，就吓得打冷战。自寻死路。关了那个喇叭吧！我求求你了，我不要钱了，我走还不行吗？全村都知道我偷钱的事了，你这是要我的命啊！你们不是要讨债吗？怎么，才1个晚上就不讨了？既然想算账，那咱们就一笔一笔算。大伯，12年前你借走我外公5万块钱治病，其实是拿去赌钱了，算上利息，你欠我18万。二姑，你当年偷走我妈给我的学费3000块，折合现在的物价和通胀，你欠我5万。如果不还也没关系，我的律师已经把你们所有人的银行卡流水和这些年偷税漏税、非法侵占的证据都整理好了，是拿钱还是去自首？你们选一个。快跑！娘娘，快救命了！你爸刚才听说了亲戚们被你送进局子的事儿，一口气没上来，突发脑溢血住院了。医生说要20万手术费，你快过来啊！医生，你先救人啊！他可是家里的顶梁柱，晚了就没命了。钱我们一定会交的。苏太太已经下了3次催款通知了，手术费加后续治疗起码钱要20万，账户余额不足，我们也只能采取基础维持。在这生死关头，那群平日里口口声声一家人的亲戚，集体人间蒸发，没一个人掏出1分钱。苏淼，你给我出来！你亲爹快死了，你在这儿吹空调当大老板，你还是人吗？这就是那个苏总的妈，怎么像个疯婆子？淼淼，妈给你磕头了，你爸那是脑溢血呀，晚1分钟人就没了。20万对你来说就是买个包的钱。20万我可以出，得明码标价。别跪着了，在这儿哭，苏大强也听不见。
我就知道你还是孝顺的。淼淼，快把钱转给医院，你爸等不了了。手术费我出，但我有条件，签了这份断绝父女关系声明和往后互不纠缠承诺书，我立刻打款。等老头子病好了，还能凭这张病亲证去陆家捞几笔大的。这太过分了吧！咱们毕竟是亲骨肉，你爸醒了要是知道你这么狠心，他会气死的。你还有3分钟，苏大强这颗脑袋值不值20万？你这位当夫人的最清楚。钱呢？钱呢？快打款！钱已经实时汇入医院账户了。从现在起，苏大强的生老病死与我苏淼再无瓜葛。大强，你可算醒了！你知不知道为了救你，我受了多大的罪？我去求苏淼，那个死丫头居然逼我签断绝关系书。不过也好，20万拿到了。等过2天你出院了，咱们拿这份声明去陆家门口闹，说苏淼不顾亲爹死活逼签霸王条款，到时候陆家为了名声，肯定得给咱们一笔封口费。淼淼，你爸醒了，你要不要进来跟他说句话？他肯定想你了。不用了，该还的已经还清了。我的好妹妹，我回来了。在里面待了这段时间，我每天都在想你，想你过得有多风光。苏珍，看来里面的教训还不够，你再敢靠近淼淼一步，我让你这辈子都出不来。陆大律师，别急着发威。苏淼，你用爸的命换了那份声明，真是好算计。但我这里有份给你的出狱礼物，希望你喜欢。这不可能，淼淼，这是陷害。我那天明明是在开岳阳视频会议，保镖可以作证。苏淼，你以为你嫁了真爱，你老公也不是好东西，这只是个开始，慢慢享受吧。淼淼，你说话呀，你别吓我。我陆云舟要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天打雷劈。苏珍啊苏珍，你还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这张照片里的右手虽然搂着她的腰，但倒影里的右手却在插兜。而且，这个女人的右手竟然有6根手指。苏珍在监狱里待傻了，以为请个3流的修图师就能毁了我的家，就这水平也想骗我。陈哥，查一下苏珍最近和谁接触过。这张照片的合成痕迹太重，但这背景的确是我常去的那家商务酒店。查到了，苏珍出狱后，苏家几个亲戚筹钱给她请了个半丢子技术员，他们现在正躲在老城区的一间网吧里，准备把这些照片
发到各大社交平台的营销号手里。苏总，苏珍那边已经开始行动了，有几个收了钱的营销号已经收到了图片，准备在今晚8点整统一爆料。既然他想火，我就送他上热搜。经过专业鉴定，此图片为 AI 恶意合成。苏珍，法庭见。苏小姐，请问你恶意合成照片诽谤亲生妹妹和妹夫，是为了敲诈钱财吗？苏珍，因为你的恶意诽谤，陆氏集团的股价变动造成了数千万的虚拟损失，这些你赔得起吗？苗苗，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就是想让你难受一下，我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求求你撤诉吧，我才刚出狱，我不想再进去了。苏珍因名誉侵权和诽谤被判处巨额赔偿及公开道歉，并面临2次入狱的可能。苏淼，你真狠！我是你亲姐姐，你就非要赶尽杀绝吗？你只会让我难受，但我会让你这辈子都活在恶果里。姐，我是小凡。当年的事情，我觉得应该告诉你，关于那张被撕碎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姐，这是我当年从垃圾桶里翻出来的。那天我路过你们家窗口，亲耳听见的。女孩子读什么书？读了书心就野了。谁来打工赚钱养你姐姐？谁来供你姐买名牌衣服？你给我老老实实去工厂，那才是你的命。这死丫头考得太好了，要是让她飞出去，咱们这辈子就没人伺候了。我把通知书撕了，她只能死心塌地去打工。我从没想到，亲生母亲亲手埋葬了她所有的梦想和未来，竟然只是因为害怕没人伺候。哟，大忙人回来了，正好家里没米了，拿2000块钱来。为了给苏珍买个包，你撕了我的人生，妈，你真的配做人吗？家具厂的债权已经全部理清了，他们为了避税做了很多阴阳合同，这些漏洞足够让我们在24小时内完成合法强制收购。既然他们这么喜欢抢别人的东西，那就让他们尝尝一无所有的滋味。苏先生、王女士，大发家具厂因资不抵债，已被回响策划公司全面收购。从现在起，这里所有的资产、原材料及成品全部冻结。你们欠我3个月工钱，还钱，还钱！苏淼，你个扫门星！这是你大伯和你三舅唯一的活路，你居然要把厂子拆了啊！你这是要逼死全家人啊！所有员工按最高标准补偿遣散。至于这些占股的亲戚，1分钱溢价都没有。把厂牌摘了，扔进垃圾桶。淼淼啊，你出来见见大家吧！你三舅家的孩子还要上
上学，你大伯连烟钱都没了。我们以前就算有错，也是为了苏家好啊，这是要我们全家的命啊！苏总，楼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甚至有自媒体在直播，说我们为富不仁，逼死亲戚。让他们叫，叫得越响，跌得越重。把公司的隔音屏障全部打开。苏淼，你个缩头乌龟，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饿死吧？你吃香的喝辣的，你外公在天之灵会看着你的。你看看你表弟，他才3岁啊，你忍心让他没饭吃吗？这家人也太惨了。二姑，你刚才说怕你们饿死。对呀，苗苗，咱们快揭不开锅了。你只要拨个几10万，咱们立刻就走。我15岁那年，被你们逼着去家具厂搬木头，一个人供苏珍读私立高中。那年大雪，我一天只吃1个馒头，胃出血倒在车间里。那时候你们正在隔壁的包厢里吃海鲜大餐。大伯，你当时嫌我挡路，还踢了我一脚，说我命贱死不了。那时候你们谁问过我饿不饿？告诉安保，谁再敢在大门10米范围内撒泼，直接以扰乱秩序罪起诉。我不仅要让他们失业，还要让他们背上官司。嘿，这死丫头心是铁做的，闹不动了。走吧。苏淼那死丫头还在公司，陆家现在就几个佣人。既然你不给，那我就自己去拿。听说少奶奶去海城出差了，陆先生也跟着去护航了。这大宅子今晚可真冷清，可不是吗？连安保负责人都被抽调了一半，真是天助我也！苏淼，这1000万首饰，何该是我苏家的养老钱？快！2楼少奶奶卧室，封锁所有出入口。警察，别动，举起手来！妈，从你踏进后门那一刻起，我的手机就收到了定位预警。这套首饰下装了3层报警感应，你觉得你带得走吗？你
你这个不孝女，你故意设套害我！我是你妈，拿你一点东西怎么了？淼淼，妈错了，妈就是鬼迷心窍。你看在妈生你养你的份上，饶了妈这一次吧。生我养我，你生我是因为意外，你养我是因为我不花钱就能干活。你从小到大给我买过一件新衣服吗？给过我一个笑脸吗？既然你这么喜欢陆家的首饰，那就去监狱里好好反省这份贪婪吧。苏淼，你疯了！你真的要送我去坐牢？我是你亲妈，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大，你就这么报答我？保持安静，苏女士，你涉嫌非法入侵住宅罪以及入室盗窃未遂，涉案金额极其巨大，请配合调查。淼淼，妈错了，妈是鬼迷了心窍。你姐她还欠着债，妈是想救你姐呀。求你跟警察说那是误会，是咱们家务事儿，法律再大能大过天伦之情吗？天伦之情，在你撕碎我录取书的时候，在你把我卖给秃头老板抵债的时候，你就已经亲手杀了他。法律面前没有母女，只有罪犯和受害者。告诉司法那边，绝不接受调解，顶格处理。苏小姐，苏大强先生术后清醒了，但他拒绝配合后续康复，情绪非常激动，您快来看看吧。滚，端走！老子不喝这扫把星买的东西，喝了他的东西，我怕折寿。出去吧。你还有脸来？你把你亲妈送进牢里，现在来装什么孝女？苏淼，你这个丧门星，克父克母的祸害！当初生下来我就该把你溺死在马桶里。爸，手术费20万是我出的，如果你想死，随时可以把氧气管拔了，我不拦着。你那是救命钱吗？你那是买命钱！你拿着断绝书逼我签字，你就是想看我孤苦伶仃。我告诉你，苏珍才是我的亲闺女。等我出院了，我第一件事就是去陆家大门口上吊，让全城都知道你逼死亲爹。既然苏老先生觉得这里的药太贵，心太脏，那陆家确实不该强求。白眼狼，不得好死！王院长，撤掉苏大强所有的 VIP 特护服务，收回陆氏基金提供的所有医疗补件。这种不配合康复且有暴力倾向的患者，不适合占用顶级医疗资源。苏先生，由于资方撤资，您的账户余额已清零，请在30分钟内搬离 VIP 病房，转入普通外科大病房。你们搞错了吧？我女儿可是陆氏的少奶奶，她有的是钱，你们敢赶我走，信不信我投诉你们？
苏大强，那是你的床位，这里的护理费需要自理。如果没钱交后续的药费，明天就会停药。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喂，你好，我是刘小川。喂，你好，你好。苏大强，没药了。由于您拒绝配合康复，且欠费12000，从现在起停止输液，只提供基础口服药。你们这是谋杀！我要见苏淼，我要见那个白眼狼！吵什么吵？人家医生说了，你女儿给了你救命钱，你自己作死。我要是你女儿，我连这普通房都不给你住。他还在闹。他在求救，但他忘了，求救的前提是得有人愿意救。爸，我哪有钱救你？你找苏淼啊，她有钱。别给我打电话了，烦死了。家具厂没了，咱们过不去。苏淼也别想好，烧了他的仓库，看他怎么交货。苏淼，你让我们失业，我们就让你倾家荡产！点火！苏总，火苗已经起来了，动手吗？等他们把火点透，我要的是证据确凿的重刑。不许动！非法侵入、故意毁坏财物、放火罪。二姑，这几项加起来，你们这辈子都不用担心饿死。监狱的牢饭管够。淼淼，我们是一家人啊，是你逼我们当的啊！所有的损失，我会起诉到让他们连老家的祖坟都赔进来，一个也别想跑。妈，既然苏淼不让我们活，那我就拉着她一起下地狱。只要我成了受害者，陆家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挡不住唾沫星子。这样，他们也不会再追究你之前的事情，撤销立案了。珍珍，你疯了！苏小姐，打扰了。我们接到苏珍的举报，说你昨晚指使他人对其进行人身伤害，并导致重伤，请你配合我们回去接受调查。举报？证据呢？
仅凭一个疯女人的话就上门拿人，你们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苏珍手里有一段模糊的视频，还有满身的刀伤。苏小姐，还请配合。大家都快看啊！这就是豪门少奶奶苏淼，她要杀亲姐姐灭口啊！我这条命差点就没了。警察同志，就是他！昨晚他派了2个蒙面人闯进我租房，二话不说就动刀子。他说只要我还在这个城里1天，他就让我见红。姐，在监狱里学到了怎么自残，这几刀划得挺深啊，疼吗？苏小姐，请注意你的态度。现在报案人指证你有不在场证明吗？这是我公司研发的防骚扰录音摄像胸针，刚好昨晚我处理完仓库的事儿，回老城区探望了一下姐姐。不，这不可能！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你监控我！苏小姐，诬告陷害寻衅滋事，加上你之前的案底，这回恐怕不是拘留那么简单了。姐，这只是开胃菜，你的好日子在后面。苏总，苏珍自残诬告的完整视频已经剪辑好了，现在网上那些骂您的声音正是最高，我们要现在发布吗？不急，等那些所谓的正义路人再跳高一点，等各大营销号都转发了苏珍的血泪控诉，我们再发。舆论已经发酵到顶峰了，陆氏的股价也受到了轻微变动。淼淼，该收网了。我操，这姐们是个狠人，这可是真滑呀！太恶心了，心机婊巅峰！我操！全网给苏淼道歉，这就是恶毒亲姐吗？给苏淼道歉！苏淼这些年到底是怎么过来的？苏珍，看看吧，全城的人现在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疯子了。你母亲在外面哭着要见你，但我劝你还是死心吧。苏淼，你有监控，你有监控！明天，苏家那些残留的寄生虫应该会出现吧？让我能显范儿，真叫个高兴啊！陆太太，今晚你抢了全城女人的风头。你们睁开狗眼看清楚，照片里这个穿裙子的是我们的亲侄女，我是她嫡亲的二姑，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吃喜酒？不好意思，没有请柬，任何人不得入内，尤其是苏家人。陆总特意交代过，凡是姓苏的，
连这块大理石地砖都不能踩。梅天离啊，亲生女儿在里面喝香槟，亲爹在外面吹冷风。苏苗，你这个丧门星，你不得好死啊！哎，这不是前几天那个吸血鬼家族的人吗？那个撕毁女儿录取通知书的亲妈，还有这个逼女儿嫁给老头子的亲爹。要把他们放进来再羞辱一次吗？不用了，让警察把这些取保候审期间非法闹事的人抓回去。大家快看看呀！我大老远从乡下来，就是想见女儿一面，他居然让保安打我！我生他养他，他这就是要逼死亲爹呀！苏淼，你有本事看周年庆，你有本事出来认你亲妈呀！没良心的白眼狼，攀上高枝就不要根儿了！家人们快看，现场抓获吸血鬼家族全员，这就是那家人，骗了女儿的手术费给大女儿买奢侈品，现在还有脸来闹。闭嘴吧，老东西！前几天苏珍自残栽赃的视频，全网都看到了。你们苏家有一个算一个，全是畜生，害了自己小女儿一辈子，现在还没吸够血吗？滚出我们的视线，别脏了这里的地儿！这种父母生下来就该直接扔进垃圾桶。苏老先生，苏太太，这是陆氏法务部准备好的告状书，关于你们恶意滋扰公共秩序，侵害陆家名誉。警察已经出发了。查。累了吗？那些垃圾已经让人清理干净了。不累，看他们像丧家之犬一样在泥里挣扎，我觉得这一晚值了。要不要下去看看？我陪你，亲耳听听他们的忏悔。不去了，他们不配出现在这里，更不配脏了我的眼。云州，从这一刻起，苏家对我而言，只是这个世界上的一抹尘埃。淼淼，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白？不知道，最近总觉得有些乏，闻到楼下那股穷酸贪婪的味儿，有些反胃。反胃，淼淼，你月事多久没来了？恭喜陆先生，恭喜老太太，陆少奶奶已经怀有6周的身孕，指标一切正常。好孩子，真是咱们陆家的福星。云州，快去联系全城最好的营养师，还有这婴儿房，现在就开始准备，一定要用最环保的材料。淼淼现在是一个人吃2个人补，以后她想吃什么，哪怕是天上的月亮，你们也得给我摘下来。谁要是敢惊扰了少奶奶，直接卷铺盖走人。
怀孕了。那个克父克母的祸害，居然要生继承人了！苏珍的死丫头是指望不上了。如果苏淼生下陆家的继承人，咱们这辈子连根毛都捞不到。但如果这个孩子没了，苏淼那个身子骨肯定受不了打击。到时候陆家为了遮羞，这笔遗产……老头子，你是说让她流产？不仅要流产，还要让全城的人以为是陆家照顾不周，逼死儿媳。少奶奶，门口有人送来一罐温好的补药，说是苏老爷子特意去乡下求来的跑胎安胎神效方，熬了6个小时，想让您念在骨肉亲情的份上，趁热喝了。保胎神效方，他连20万手术费都要卖断关系，现在居然舍得给我求药。云州，别闹。他既然想演慈父，我就得看看这出戏的底牌到底有多脏。少奶奶，这药里面加了大量的红花、当归尾，还有极高剂量的麝香提取物，这根本不是安胎药，这是烈性堕胎药。孕妇只要喝下半碗，10分钟内就会大出血。不仅孩子保不住，大人也会因为凝血功能障碍面临生命危险。虎毒尚且不食子，苏大强那个畜生，那是他的亲外孙，他居然想要我孙子的命！既然他想让我流血，那我就让他整个苏家彻底消失在这个城市。老头子，那药送进去了吗？那可是咱们翻身的最后指望了。只要那孩子没了，陆家乱了套，咱们就能去要封口费。送进去了，我就不信苏淼那死丫头能防得住亲爹送的东西。等好消息吧，明天这时候，陆家该办白事了。动我孙子，苏大强，你真当陆家的人是死人吗？你要我孙子的命，我就要你全家的命。老亲家母，我错了，我也是鬼迷了心窍，我是想让淼淼回来看看我呀，求您饶了我这一回。你这个老东西！苏家亲戚合伙的企业正面临毁灭性的税务稽查。三哥，别怪我狠心。陆家说了，只要我提供你当年偷税漏税的证据，家具厂欠我的那50万，他们帮我出，还不再追究我的责任。你个臭婆娘，你敢卖我？你以为你干净吗？你大儿子诈嫁邻居20万的事儿，老子现在就去报警！公公！被告人苏珍涉嫌职务侵占、绑架未遂及恶意诽谤，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所有的损失我已经委托律师起诉，我要让他们连老家的祖坟都赔进来，一个也别想跑。没钱付房租，赶紧滚！这房子我不租给你们这种吸血鬼。哈哈哈哈哈哈！老东西，新来的，这儿的垃圾桶是老子的，滚远点！这是我的，你给我滚远点！我的，这是我的！苏总，那是苏大强，他看起来不太好，我们要停下来吗？苗苗，如果你想帮他，我不反对。不，他只是在后悔没能继续吸我的血，而不是后悔曾经伤害过我。不用，走吧。血压190，心率紊乱，马上联系家属。苗苗，想哭就哭出来。这不是心疼，是了断。这滴泪是还给他最后的生恩。从此以后，这世间再无苏大强。苗苗，如果你不想接，我可以让管家去处理。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护士，求求你再打一个，告诉苗苗，我快不行了，我想见她一面。老先生，我已经帮你打了5个电话了，对方根本不接，你还是省省力气吧，别在这儿影响其他病人。那是外公给我埋过糖果的地方，是我童年唯一的慰藉。云州，帮我备车，我要去看看他临死前还能玩出什么花招。说吧，外公留了什么让你记到了现在？苗苗，爸对不起你。那年撕了你的通知书，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外公在树下留了一对金镯子，那是给你攒的，我没动，我真的没动。云州，去交费吧，把所有欠的医药费都补齐。按照 VIP 的标准安排。不，就按普通标准。这是我作为女儿能给她的最后一点体面。苗苗，你原谅爸了吗？爸死之后，能不能把我埋在你外公旁边？如果你当初给我一点爱，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也不会让你死得这么凄凉。现在的这一切，都是你亲手种下的因果。苗苗！既然想活，那就活得长久一点，好好看着我是怎么幸福的。苏大强是吧？302病房最里面的靠窗位，自己走还是我拉你？不用看我，在这里有饭吃，有药领，已经是陆家对你最大的仁慈。这破烂玩意儿少往床上放，弄脏了床单你赔不起。还在想他的事？不，我是在想，如果我当年没能遇到你，现在躺在那间屋子里的人，会不会是我？
哟，这不是那个最有钱的年轻女企业家吗？因为我曾被至亲推入地狱，因为我从泥里爬出来，所以比谁都珍惜阳光。淼淼，那是我的女儿啊，她叫苏淼。得了吧，老苏，你要是有这种女儿，还能跟我们挤这儿喝稀粥，少往脸上贴金了。人家那是天上的云，你是地上的泥。淼淼就是我的亲生女儿，谁要是让她不痛快，就是跟我们陆家过不去。一切都结束了，明天我们去把那个木箱处理掉吧。月月乖，这些是灰尘，我们要把它扫干净。妈妈，什么是灰尘呀？都过去了，从今天起，你再也没有欠谁的，只有属于我们。淼淼，饭菜都好了，快带孩子回来。淼淼，快过来吃点水果，刚从果园送来的，甜得很。在想什么？看你笑得这么开心。我在想，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是这世上的孤儿，现在才明白，家不是血缘堆砌出来的，而是爱。淼淼，云州要是敢欺负你，你尽管跟妈说，咱们全家都站在你这边。我哪儿敢？妈，爸，谢谢你们。妈妈，我们要永远在一起。那些黑暗的岁月已经成了灰烬，现在的我很开心，因为我有家了，真正的家。这个花纹和苏家那群土包子的审美完全不同，这里面到底藏了什么？
气血绝笔，偷了孩子，忌无在天理。生母宁婉，淼淼，宁婉是海城宁家28年前失踪的独女。苏大强，28年了，你偷走宁家的孩子，把我当成苏珍的供养器，你该死！我会让你亲眼看着宁家是怎么把苏珍那条命一寸一寸掐断的。淼淼，哥哥找了你28年。爷爷，结果出来了，99.99%。28年前，姑姑在海城私立医院门口丢失的孩子就是苏淼。那两个畜生，不仅偷了我的外孙女，还把她当成血猫28年。廷森，我要苏家每个人都付出100倍的代价。苏淼。哥哥来晚了，找了你28年，终于把你找回来了。原来我真的不是垃圾堆里捡来的，原来我的妈妈也曾这样温柔地爱过我。苏大强当年不仅偷走了你，还为了让他那个病秧子女儿续命，故意让你从小干重活，甚至在冬天让你洗冰水。苏珍、苏大强、苏母，还有那些曾经伤害过你、从你身上吸过血的亲戚，宁家一个都不会放过。云舟，我感觉像是在做梦。这不是梦。淼淼，从今天起，你是宁家掌上明珠，是我的陆太太，再没人能折断你的羽翼。宁家认亲宴明天在酒店举行，这是门禁卡，还有一套护士服。苏淼成了宁家大小姐。不，那个药渣凭什么？陆云舟断了我的生路，我就要让他后悔终生。苏珍，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杀了苏淼，你才有路走。珍珍，算了吧，咱们斗不过宁家的。斗不过？我养了那个贱人28年，他反手把我送进局子，我不好过，谁也别想好过。只要认亲宴变成葬礼，宁家就算再有权势，也只能抱着那个药渣的尸体哭。今天我正式向大家介绍我宁家流落在外28年的亲外孙女宁淼。苏淼，你去死吧！苏淼，你这个偷走我人生的贱人，我毁了你这张脸，看宁家还要不要你！去死吧！不要！这只手打过淼淼，对吧？宁总饶命，那是家务事啊！偷窃宁家明珠，虐待28年，还想在这放火？苏大强，死对你来说是奢望，下半辈子海城的私人水牢，我会让你活得每一秒都想求死。苏家3人密谋纵火，太畜生了！偷了宁家的孩子还这样糟蹋，这种人就该下地狱。28年前，宁家失珠，如今明珠归位，我宁家正式宣布收回当年给予苏家关联企业的所有福利院拆迁安置款及土地。宁家、陆家共同起诉，罪名涉及拐卖儿童、非法拘禁、长期虐待以及蓄意谋杀。宁家在此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调解。云舟，直到今天，我才觉得自己真正的活着。你不叫苏淼，你是宁家的明珠。回来了，婉儿的孩子终于回家了。
从今日起，宁家家谱正式等名宁淼。妈，我是淼淼。这27年，我走过泥泞，见过人心最首恶的模样。但今日，我带着您的女婿和外孙女回来了。您的冤屈，我洗清了；您的仇人，我送走了。妈，您可以放心了。淼淼，妈妈的宝贝，他们夺走了你，可夺不走我的血脉。如果有一天你能看到这封信，记得别恨这个世界，要像向日葵一样活着。妈妈会变成风，变成雨。宁老，宁小姐，监狱那边传来消息，苏大强在服刑期间突发严重脑溢血转中风，要见宁淼最后一面。哼，垂死挣扎，见他做什么？见。既然他想见，我就去送他最后一程，让他明白什么叫真正的死不瞑目。淼，救救我！宁小姐，他已经念叨了一整夜，非要见你不可。淼淼，爸知道错了，都是那婆娘撺掇的。我养了你20年啊！看在名字的份上，你姓苏啊！苏大强，你给我取名苏淼，是因为算命的说我这辈子必须像尘埃一样微小卑贱，才能挡住苏珍所有的灾，对吗？你亲手撕碎我人生的时候，想过这一天吗？你在大雪天往我上泼冷水的时候，想过这一天吗？我那是为了全家呀！你现在有宁家了，你有的是钱，救我出去。这20万是宁淼给你的买命钱，钱付了，因果就断了。苏大强，你偷走宁家的千金，害得我生母明晚含恨而终。这笔账，地狱里的油锅已经给你备好，接下来的路你得一个人走。去那边见了我妈，千万别抬头看她，因为你不配。珍珍，我的宝贝珍珍，你是大小姐，宁淼是血包，快抽她的血换钱！我们要买名牌包，我们要住大别墅。又疯了一个！刚才那边传来消息，苏大强死了，要不要告诉他？告诉他干什么？他现在连自己是谁都记不住了，整天只知道念叨1000万改口费。苏大强死了，1000万改口费！我曾身处泥潭，所以余生愿为所有人提灯。关掉！陆云舟是我的，宁家大小姐是我，苏淼你这个妖渣，你把脸还给我！不是我，这不是我，苏淼，你把我的富贵抢走了，你不得好死！我是宁家千金，我要嫁给陆云舟，我是大小姐。淼淼，这种脏东西，别看。走吧，从这一刻起，苏家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名字了。痛苦不该是被掩埋的尘埃，而应成为破土而出的力量。从今天起，回响慈善基金会正式挂牌，首批资金10个亿，定向扶助所有像我曾经一样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女孩。
淼淼，这不仅是婆婆送你的礼物，今天我代表陆家正式宣布，宁淼将作为陆宁两大家族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拥有所有动产与不动产的最高处置权。不，宁小姐，您怎么回来了？王姐，谢谢你当年给我的那个冷馒头，我买下了整条街，这里将改造成回响公益食堂，所有流浪少女和贫困学生在这里都可以免费领到热腾腾的饭菜。淼淼，这是外公捡废铁给你攒的学费，谁也不告诉，这是你的退路。云州，原来我一直都有人爱着，那个破木箱里装的从来不是诅咒，而是外公所有的爱。曾经，我穿着乞求的廉价婚纱，跪在碎裂的木箱前。现在，我终于找回了属于我的尊严。云州，淼淼吃了28年的苦，今日我把宁家的命根子交给你，若你负他，宁家整族必与你陆氏不死不休。爷爷放心，淼淼活，我活；淼淼伤，我亡。淼淼。其实，在那个窄小的巷口，在我第一次见到那个明明满手油污，眼神却比星辰还倔强的洗碗少女时，我就已经输得一败涂地。第一集欠你的那声我爱你，我用余生每一天来补偿。苏总，这是苏建国在执行死刑前委托律师转交给您的。现在才忏悔，是因为知道自己死路一条，这笔钱我会一分不剩地捐给回响基金会，让他们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云州，那些带血的欠条，这一刻真的烧干净。哎呦，我的小祖宗，慢点跑！我是你家大小姐，我是陆太太，你们要是血猫，快去周大人血！妈妈，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能开出福气的宝箱吗？是的，他告诉妈妈，所有的黑暗都是为了等待裂缝中照进来的光。我曾以为那25年的苦难是一场无解的死局，我曾以为我的嫁妆只是一个羞辱我一生的一文不值的破木箱。后来我才明白，上天给我最好的嫁妆，是我在那片黑暗中从未丢弃的傲骨。宁淼，欢迎来到有光的世界。